第一课，携手应对变革。当然，有效的沟通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关键。我完全同意。清晰的沟通可以消除疑虑，确保每个人都理解一致。没错。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策略？首先，定期更新信息至关重要，让每个人都了解情况，有助于建立信任。好主意，这有助于防止虚假信息传播。是的，我们还可以举办问答环节，允许大家提问，可以消除疑虑。这真是个绝妙的做法。倾听他们的意见，表明我们重视他们的建议。当然，人们很乐意参与到对话中来。何不设立一个专门的反馈渠道呢？建立反馈渠道是个明智之举，它为公开对话提供了空间。此外，它还能鼓励参与，每个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声音很重要。没错，透明度确实能在变革时期营造积极的氛围。您是否考虑过如何应对这种转变可能遇到的阻力？我认为同理心至关重要，理解他人的顾虑能让我们做出有效的回应。这确实很有道理。承认自己的感受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。是的，我们也应该强调转型带来的益处。强调积极方面确实可以激励人们接受改变。总而言之，沟通、同理心和透明度至关重要。同意。让我们制定一个清晰的计划，并与团队分享。第二课，成功策略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竞争对手的定价和市场需求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。了解市场至关重要。你们收集过关于我们竞争对手的数据吗？是的，我整理了一份他们的价格和主要功能清单。太棒了！你注意到他们的定价有什么趋势吗？大多数公司的收费标准都很有竞争力，但也有一些公司的收费标准明显偏高。有意思，更高的价格肯定意味着更高的价值。没错，我们需要找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。您认为消费者在选择我们的产品时最看重什么？我认为质量和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。是的，如果我们能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产品，我们就能成功。此外，消费者评论也会影响他们的决定。没错，积极的反馈可以提升我们的信誉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开展一项调查来了解客户的偏好？真是个好主意，它能提供直接的见解。我们还可以测试不同的定价策略，看看哪种策略更受欢迎。是的 ，A/B 测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最佳价格点。我非常期待看到这些策略在我们的产品发布中将如何发挥作用。让我们共同收集有价值的数据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第三课，
引人入胜的犯罪剧。我必须说，我彻底迷上了这部新的犯罪剧。我也有同感，这悬念真是让我紧张的坐立不安。剧情反转太精彩了，我完全猜不到。没错，真是扣人心弦。到目前为止，你最喜欢的片段是什么？我觉得侦探发现隐藏证据的那一幕真是太精彩了。哦，是的，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发现，它改变了一切。我也很喜欢人物塑造，每个角色都很有深度，引人入胜。没错，这会让你对他们的故事产生投入感。你喜欢一口气看完，还是慢慢品味每一集？我喜欢慢慢品味，这样能让人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剧情转折。我能理解，但有时候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确实很诱人，深夜狂看剧可能相当有趣。你还看过其他同类型的剧集吗？我最近开始看另一部侦探剧，非常引人入胜。它叫什么名字？我可能得把它加到我的关注列表里。它叫做《沉默的证人》，你应该试试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感谢你的推荐。我总是乐于分享，好的故事值得被欣赏。期待更多精彩的剧集和深夜讨论。第4课，野餐准备。我会带些三明治和水果去野餐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新鲜水果总是那么清爽。我考虑做火鸡奶酪三明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我超爱火鸡三明治。太好了，我还会加些生菜和西红柿，增加口感。好选择，这些会让三明治更美味。我还会准备一些苹果片，方便携带。当然，苹果是很好的零食，尤其是在公园里。我还会带些零食，比如薯片和坚果。好主意，这样我们就能在野餐时保持精力充沛了。你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零食想推荐吗？我喜欢什锦干果，它融合了多种口味和口感。听起来很棒，我一定会把它加进去。那饮料呢？我们带水还是别的什么？水是必须的，但也许来点柠檬水也不。没错，在炎热的夏天，一杯清爽的饮料能让人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在阳光下享受我们的野餐。我也是，祝大家今天充满美食和欢笑。干杯！让我们把这次野餐变成一段难忘的回忆吧。第5课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会记住的。你有什么给人留下好印象的秘诀吗？
当然，首先一定要准时到达，这体现了对他人时间的尊重。你说的对，守时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。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？你的着装非常重要，穿着得体能够立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同意，但是风格和舒适度必须兼顾。你觉得肢体语言怎么样？肢体语言至关重要，有力的握手和稳定的眼神交流能够传递自信。有意思，我想微笑也能让人显得更平易近人吧。当然，一个温暖的微笑可以打破僵局，缓解紧张气氛。那么，对话的内容呢？它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？积极倾听能展现出真正的兴趣，这非常吸引人。对，所以提问可以表明我重视对方的意见吗？正是如此，它能促进流畅的对话，并建立相互尊重。我明白了。不过，幽默既能缓和气氛，又能保持正式感，对吧？没错，一个得体的玩笑可以在不越界的情况下创造令人难忘的时刻。这个建议很中肯。另外，会后跟进是否重要？是的，发送感谢信息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表达感激之情。太好了，我现在感觉更有信心，在下次互动中给人留下好印象。第6课，阅读的乐趣。我读过很多书，我喜欢悬疑小说和人物传记。你呢？我也很喜欢这些类型，悬疑剧总是让我紧张的坐立不安。没错，我喜欢在侦探之前解开谜题的那种刺激感。真是令人愉悦，不是吗？传记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和经历。当然，你有没有读过什么特别吸引你的传记？是的，我最近读到一位著名发明家的故事，他的创造力真是令人叹服。听起来真棒！富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拥有独特的视角。没错，你最喜欢阅读推理小说的哪一点？我喜欢这种意想不到的转折，每一页都带来新的发现。没错，悬念真是令人兴奋，就像拼凑一幅巨大的拼图一样。没错，有时候到了最后，我会怀疑所有人。这也是乐趣所在。你有没有猜对过结局？很少见，作者们很擅长误导读者。你呢？我经常尝试预测结果，但结果往往出乎我的意料。惊喜总是令人愉悦的。你更喜欢纸质书还是电子书？我喜欢纸质书的手感，书页的气味也为阅读体验增添了乐趣。我完全明白，翻书确实有种特别的魅力。当然有，
阅读就像足不出户就能开启冒险之旅。这话说的真好。你有什么书推荐给喜欢推理小说的人吗？你或许会喜欢《龙纹身的女孩》，她引人入胜。我听说那本书很棒，我一定会找来看看。第7课，寻找完美搭档。您好，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到鞋店来了？我在找芭蕾平底鞋，我需要既舒适又时尚的款式。听起来真不错。您在寻找某种特定颜色吗？我本来想选黑色，但也许会考虑一些鲜艳的颜色。大胆的颜色可以为你的穿搭增添趣味。你有没有考虑过红色或蓝色？我之前没考虑过蓝色，这或许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选择。蓝色芭蕾平底鞋很百搭，搭配牛仔裤和连衣裙都很好看。没错，你觉得我应该优先考虑舒适度而不是款式吗？理想情况下，应该找到平衡点，绝不因为了追求时尚而牺牲舒适度。我同意，我希望走路时能自信满满，不想让水泡毁了我的一天。水泡真是大敌，你是穿过鞋子了吗？我没有，我更倾向于先探索各种可能性。明智之选，在决定购买之前，先浏览一下，是明智之举。没错，我想确保它们既合身又好看。你也可以向工作人员寻求建议，他们通常能给出很好的建议。这是个好主意，他们或许知道哪些款式正在流行。没错，潮流会影响我们对鞋子的感受。穿着它们时感到自信绝对至关重要。自信能让人眼前一亮。你有没有找到哪双让你眼前一亮的鞋子？还没有，但我很乐观，选择太多了。享受寻找的过程吧，完美的一对往往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。第8课，冥想中的正念。冥想帮助我保持专注和冷静。太棒了！我发现的另一个技巧是深呼吸。你说深呼吸，那该怎么操作呢？它需要缓慢深呼吸，能很好的集中注意力。听起来简单却很有效。你多久练习一次？我把它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，它帮助我缓解压力。我应该试试这个方法，尤其是在忙碌的日子里。您还有其他推荐的方法吗？是的，可视化练习也有助于创造平静的心理空间。可视化听起来很有意思，请详细介绍一下。想象一个宁静的地方，它可以是海滩，也可以是森林。我能想象出来，那确实能让人更加放松。没错，
人的思想会相信自己想象的东西，而这种力量非常强大。我明白了，请问冥想的最佳时间有哪些？清晨是最佳时节，世界静谧，头脑清醒。我明白了，那晚上呢？晚上这样做也有好处吗？当然，它有助于在睡前平复纷乱的思绪。我当然可以用到。您建议使用多长时间？先从5分钟开始，然后逐渐增加时间。5分钟应该没问题，我试试看。太棒了！冥想的每一刻都是通往清晰思路的一步。谢谢你的建议，我感觉受到了启发，准备开始练习。第9课，美食探险。我注意到你好像在努力去除嘴里的苦味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昨天吃了一道非常奇怪的菜，味道很怪异。奇特的菜肴确实会让人感到挑战。你都吃了些什么？这本来应该是一道融合菜，然而各种食材的味道却糟糕透了。我简直无法想象。我经常会想，如果吃了什么不好吃的东西，我会不会生病？没错，那道菜让我反胃，我立刻后悔了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一些冒险的事情，结果却发现非常棒？其实，我曾经吃过一次蜗牛，它的味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非常美味。蜗牛？这真是太冒险了，我一直没勇气尝试。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，但蒜蓉黄油的味道简直太棒了。我会重新考虑我的立场，或许我应该走出舒适区。是的，美食之旅可以令人难忘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一些不常见的食物？我曾在一次美食节上尝试过油炸昆虫，味道竟然出奇的好。油炸昆虫，我得承认，这确实相当大胆。味道如何？它们尝起来很像薯片，只是口感更脆。我可能一开始会犹豫，但你的描述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下次你一定要和我一起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新的口味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计划。探索美食可以带来很多精彩的故事。当然，而且我总是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用餐。我也是。你接下来最想尝试的一道最特别的菜是什么？我盯上了一种来自遥远国度的传统美食，它用到了一些不常见的食材。第10课，奉献的力量。你的奉献精神令我深受鼓舞。谢谢，这对我意义重大。我会努力不断鞭策自己。真令人钦佩。是什么让你保持动力？我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，实现这些目标会给我带来成就感。
这是个明智的策略，庆祝小小的胜利可以提振精神。是的，这感觉很有成就感。是什么激励你不断努力？我从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身上汲取灵感，他们的成功激励我继续前进。这真是个好观点，与积极进取的人为伍很有益处。当然，积极的能量可以极大地影响工作效率。你目前正在进行哪些项目？我正在努力提高我的公开演讲能力。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技能，你进展如何？我经常练习，有时会在朋友面前练习，他们的反馈很有帮助。太棒了！建设性的批评可以指导改进。当然可以，我也会观看优秀演讲者的视频来汲取灵感。这真是个聪明的策略，向他人学习可以加速成长。我同意，而且了解不同的说话风格也很有帮助。每位演讲者都有其独特的方法，这种多样性令人受益匪浅。是的，我会继续努力，做得非常棒。谢谢你的鼓励。第11课：抵抗与决心。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国家面临不合理诉求的文章，这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。真有意思，我记得男爵们决定抵制这些要求。没错，他们的决定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是什么促使这些男爵们采取如此大胆的立场？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我明白，捍卫自身权利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。没错，他们团结起来，共同对抗敌人。人多力量大。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团结一致，令人深受鼓舞。他们的策略是什么？他们组织了抗议和讨论，有效地争取到了公众支持。这听起来是个明智的做法。沟通是动员民众的关键。当然，历史学家常常钦佩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所展现出的勇气。面对不合理的权威，勇气至关重要。是的，它还能点燃他人的热情。他们的行动激励了后代。我猜想当时的辩论一定非常激烈。的确如此，双方都有热情洋溢的支持者。那一定引发了一些精彩的政治讨论。当然，竞争往往会带来精彩的对话和发展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没有这种抵抗，这个国家会有多么不同。历史本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走向，他们的勇气塑造了未来的治理方式。第12课：不速之客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定居者的故事真是引人入胜，他们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
尤其是在早期，他们用箭射杀定居者的时候。我想，这应该算是相当热烈的欢迎吧。想象一下，迎接你的不是蛋糕，而是箭矢。我同意，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不友好的问候。但是，有一天，一位名叫萨姆塞特的友善的印度人出现了。啊，没错，萨姆塞特，这位令人惊喜的亲善大使，他的出现时机真是恰到好处。对于这些定居者来说，真是幸运。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遇到会说英语的人，真是令人耳目一新。想象一下他们当时的震惊，前一秒他们还在躲避箭矢，下一秒他们就聊得热火朝天了。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剧情转折。萨姆塞特到达时说了什么？我猜他大概会说，问候，我带着和平而来，而不是带着碎片。那真是一句妙语。我很好奇定居者们对他的这番出人意料的幽默作何反应。我想他们当时既松了口气，又觉得好笑。谢谢你们没朝我们开枪，这话或许会在他们脑海里闪过。希望他们能给他一些食物以示和解。办个盛宴当然合适，或许可以给他准备些烤火鸡。考虑到随后的感恩节传统，这倒也合情合理。一切终究会回到原点，不是吗？历史总是能将一切联系起来。没错，谁能想到一次友好访问竟能改变两国关系的走向呢？一个人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萨姆塞特在当时肯定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外交家。他的遗志必将在友谊与合作的故事中流传下去。第13课，安全第一。这可能有点棘手，但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这是必要的。当然，你们把安全指南打印出来给我们团队了吗？是的，我做了。我想确保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理解他们。太好了，制定书面指南可以避免误解。没错，你和你的团队讨论过安全规程吗？我已经分享了这些准则，大家似乎都很赞赏。这真是令人鼓舞，让他们感到知情非常重要。是的，我也鼓励他们提问。公开透明的沟通至关重要。他们有什么疑问吗？有些人确实这么做了，他们想知道如何有效应对紧急情况。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应急程序必须始终清晰明确。我完全同意。我们上周进行了一次模拟演练。情况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？出乎意料的好，每个人都热情参与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真是个好消息。定期练习才能确保做好准备。没错，安全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。我钦佩你为保障团队安全所付出的努力。谢谢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，我们都必须贡献力量。
的确如此，安全的环境对每个人都有益。当然，我们应该继续在讨论中把安全放在首位。我期待着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流程，携手并进，我们一定能有所作为。第14课，时尚发现者。我觉得牛仔裤和毛衣很适合你。听起来不错，一件舒适的毛衣确实能和好看的牛仔裤完美搭配。没错，而且它在寒冷的日子里还能让你保暖。想象一下，一件宽松的毛衣搭配修身牛仔裤，完美。当然，它兼具时尚与舒适。说到舒适度，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不错的商店了吗？我在街角发现了一家别致的小店，店里的商品风格独特。我一定要去看看，独特的单品总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亮点。对吧？让我们继续探索吧，谁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宝藏呢？同意，我很期待下一家店会卖些什么。或许他们还有一些配饰可以提升我们的穿搭品味。配饰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一条漂亮的围巾就能让人眼前一亮。没错，帽子是为任何造型增添个性的绝佳单品。我喜欢帽子，但有时很难找到合适的款式。找到合适的帽子可不容易，它必须与你的脸型相称。没错，如果看到什么有趣的，我会试穿一下。这才对嘛，试穿衣服可是购物乐趣的一半。是的，而且我很乐意在此过程中提供时尚建议。非常感谢您的建议。现在我们去下一家店吧。第15课，拥抱清晨。我发现早起能让我以积极的心态开始新的一天。那真是个好习惯。你通常如何度过清晨时光呢？我通常会抽出一些时间冥想，享受一顿安静的早餐。冥想是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好方法。你有什么固定的冥想习惯吗？是的，我会静静地坐上大约10分钟，这能为一天定下平和的基调。听起来真棒！我经常很难在早上找到安静的时刻。这可能有点挑战性。你试过早起一会儿吗？我考虑过，但是我天生不是个早起的人。我明白了，或许提前10分钟或15分钟开始会有帮助。这看起来可行。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些伸展运动或阅读。两者都是绝佳的选择。拉伸运动能很好的唤醒身体。是的，好好伸展一下身体后，我总是感觉精力更充沛。没错，晨间习惯可以根据个人喜好，简单或复杂一些。我同意，一些简单的改变就能带来更积极的开端。确实如此。此外，
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能为接下来的一天提供充足的能量。你早餐通常吃什么？我喜欢在燕麦粥里加水果和坚果，它让我很有饱腹感。听起来既健康又美味，我也许会试试。请务必这样做，以正念开启新的一天，有助于做出更好的选择。你激励了我，我想明天早点起床。太棒了，期待听到后续消息。祝你早上愉快。第16课，冬季探险。他们喜欢寒冷的天气，不是吗？这天气真是令人神清气爽。确实如此，清爽的空气更增添了我们探险的刺激感。我记得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看到了熊猫，真是太棒的体验了。是啊，它们太活泼了，我可以看它们玩上好几个小时。它们的滑稽举动太可爱了，近距离观看它们真是太开心了。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只玩具熊猫来纪念这段经历。玩具熊猫听起来好可爱，它跟真的熊猫像吗？是的，这个玩具也是黑白图案的，非常可爱。我能想象，你会考虑给自己买一个吗？或许吧，这会是我们旅行中一件很棒的纪念品。此外，它还可以让我们想起在寒冷中度过的美好时光。没错，每次看到它，我都会想起那天下午和熊猫在一起的时光。那些回忆太珍贵了。旅途中你拍了很多照片吗？我拍了无数张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。听起来这是重温这段冒险经历的绝佳方式。确实如此，我很喜欢和朋友家人分享。朋友们都爱听旅行故事，尤其是关于偶遇熊猫的故事。是的，每个人似乎都被这些雄伟的生物深深吸引。没错，我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的冒险之旅。第17课，拥抱积极心态。克服挑战至关重要。这真是令人鼓舞。您建议如何保持动力呢？我认为设定小目标可以产生大的影响。这很有道理，达成小目标可以增强自信心。没错，它能创造势头。你最近遇到什么挑战了吗？我一直苦于时间管理。很多人都有同感。你打算如何应对？我打算制定一个日程表，以便对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。有条理的方法可以减轻压力。是的，我觉得会有帮助。我现在不会太担心了。这才对，忧虑往往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化，实属无谓。我同意，关注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才是关键。
你还使用哪些其他方法来保持积极的心态？我每天都练习感恩，这极大地改变了我的视角。感恩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欣赏生活中的点滴美好。没错，它提醒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你有没有和别人分享过你的感恩习惯？我鼓励朋友们尝试一下，他们都觉得很有益处。太棒了！积极乐观的态度是会传染的。没错，互相鼓励会让旅程更轻松。我们携手合作，就能激励更多人拥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第18课：舒适的生活。我知道每个房间都有温控器来控制温度。那真是个很棒的功能，它允许用户自定义舒适度。没错，这意味着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温度。我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，不然会很不方便。我同意，舒适的环境对我们的情绪有着显著的影响。你有没有遇到过温度控制不好的地方？是的，我曾经住过一家暖气片很老旧的酒店，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